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打起来了，郑晓龙版《红楼梦》选角争议，刘亦菲 PK 白鹿演宝钗，你们知道吗？昨天刷到个帖子，差点把我笑岔气。有网友在郑晓龙《红楼梦》的选角话题下激情发言：刘亦菲演薛宝钗，那白鹿怎么办？他俩站一起，到底是比仙气还是比谁更会发微信语音啊？好家伙，评论区瞬间炸出两拨人，一波疯狂刷屏神仙姐姐救我眼睛，另一波直接甩出白鹿在长月烬明里黑化飙泪的动图，这眼神不演宝钗演王熙凤我都信。导演编剧的王炸组合能就翻拍吗？先说郑晓龙和刘恋子这俩人凑一块儿，简直像火锅配冰皮，自带爆款香。郑晓龙是谁啊？《甄嬛传》里娘娘们斗得你死我活的时候，镜头一转就是满屏的雕花窗棂和雪中红梅，连华妃翻白眼时鬓角的金步摇晃几下都算准了帧数。刘恋子更绝，《甄嬛传》原著党当年为皇后到底爱没爱过皇上炒上热搜的时候，他反手在剧本里加了段纯元皇后的青梅竹马戏，直接让观众把刀片技改成彩虹屁。可这次玩的是《红楼梦》啊，朋友们！87版导演王扶林当年干过啥？把欧阳奋强他们关进大观园学琴棋书画整整半年。林黛玉、陈晓旭连走路都要练弱柳扶风步，现在呢？听说正导新剧《藏海传》3个月拍完，肖战杀青当天还跑去音乐节蹦迪了。林黛玉候选人的内卷修罗场，现在聊林黛玉选角简直像开盲盒。陈都灵粉丝甩出大梦归离剧照，白衣飘飘站在竹林里，弹幕全是他把葬花吟纹在 DNA 里了吧？结果送走党立刻反击，折腰里他可写那段眼泪悬在睫毛上要掉不掉的样子，这才是活体林妹妹。更绝的是周也的颜粉直接搬出他某次红毯照，穿高定却冷着脸看镜头，网友神评他看贾宝玉的眼神像在看一块绊脚石。杨紫的提名最魔性，有人翻出香蜜里他捅邓伦的哭戏截图，虽然脸不够病如西子，但你看这崩溃劲儿，要是黛玉改成人间清醒款，底下立刻有人回对清醒黛玉，那宝钗岂不是要改行当 HR？ 谭健次的贾宝玉宇宙横扫评论区，贾宝玉的选角倒是出奇统一，谭健次的名字在热搜上挂了2天，网友理由笑死人。他演香柳时穿白毛斗篷，像贵族流浪狗；演陈任香时翘兰花指，比姑娘还娇。这种又贵又欠的气质，除了宝玉还有谁？有人扒出他早年跳拉丁舞的视频，弹幕狂刷。荣国府夜宴要是让宝玉跳探戈，贾政能当场气出3高吧？最绝的是某博主灵魂发问：谭健次眼尾那颗泪痣是不是藏在了曹雪芹的审美点上？结果有人回：曹雪芹的棺材板在朕，我写宝玉面若中秋之月，没让你搞成爱豆打歌脸啊！薛宝钗的仙气 vs 地气世界大战，刘亦菲和白鹿的宝钗之争堪称世纪大战。刘亦菲党甩出《梦华录》里她点茶的动图，这手指一抬，薛家的茶庄可以直接上市了。白鹿粉丝立刻寄出宁安如梦片段，她给男主缝伤口时眼神稳得能做外科医生。宝钗的任是无情也动人，就该这样。吵到后来画风逐渐离谱，有人说刘亦菲太仙，宝钗劝宝玉读书时，她张嘴怕飘出莲花香。白鹿派马上回击，白鹿在跑男里徒手劈西瓜，宝钗要是这体格，王夫人还敢让她住梨香院？王熙凤提名惊现华妃 2.0， 蒋欣和赵丽颖争王熙凤的场面简直梦回《甄嬛传》。蒋欣的华妃表情包被做成9宫格，见人就是矫情换成脸二爷，又偷腥毫无违和感。
赵丽颖派搬出《风吹半夏》里她砸酒瓶的镜头，凤姐放印子钱时就得有这种剁人手指不眨眼的劲儿。但最爆笑的提名是网友麻辣兔头的脑洞，让邓婕老师回来演王夫人，看新版凤姐给她请安，像不像华妃给宜修上坟？配角提名比主演还疯，李一桐的贾元春提名居然没人撕。网友共识是，她演鹤唳华亭太子妃时，一个眼神让观众脑补出20集宫斗，元春省亲时就得这么一脸平静吓死你。但探春人选吵翻了，有人提名宋轶，她长风渡李仙桌骂人时，活脱脱玫瑰花扎手。反对派怒吼，探春管家时向 CEO 开会，宋轶太柔美向秘书做 PPT。晴雯提名更绝，周也粉丝说她摔扇子能摔出维密秀气场。陈都灵党冷笑，晴雯撕扇，她那戏手腕怕是要先贴膏药。所以问题来了，当郑晓龙遇上2025年的流量江湖，是让谭健次顶着爱豆脸念女儿是水做的骨肉，还是逼刘亦菲和白鹿在片场 battle 谁更任势无情？如果经典翻拍注定要挨骂，是选形似木头美人还是神似疯批美人？评论区敢不敢赌5毛钱？最后王熙凤会不会变成赵丽颖和蒋欣的双胞胎替身文学？2. 新《红楼梦》选角风波不断，经典还能守住初心，还是难逃流量魔咒？自2024年新版《红楼梦》立项以来，剧组一句未定，网友一片已上车。最热的不是剧情，而是选角，林黛玉谁来演？王熙凤找谁扛？从演员名单到编剧人选，话题一茬接一茬。可到底是还原经典还是红楼版热搜制造机？先把瓜放平，咱有一堆问题要抛。这波翻拍是要敬老天团，还是捧流量新贵？一边是名气优先派，擅长举着热度当筹码；一边是原著至上派，死守神似大过形似。你瞧，陈都灵、周也、宋祖儿、杨紫、周冬雨、赵丽颖6位女星被推着上台围一圈黛玉辩论赛，粉丝高呼她就是，书粉无奈她不是。但悬念是，林妹妹这活儿真能靠热搜 PK 出结果？先不下定论，我们顺着人选一个个捋。先说陈都灵，清清冷冷有点书卷气，可她眼神里的那点狠劲儿，放庄寒夜里合适，压不住黛玉的仙气加灵气加幽默劲儿。林妹妹不是爱哭体质小作精，她是见招拆招的灵魂人物。周也长相带弧系，眼神锋利，一上镜就有攻击性。黛玉的是锋利藏袖里，聪慧垫眉间。宋祖这2年凭无忧度折腰风又起，可她的灵气偏俏皮路数，跟黛玉那股清贵里带一丝病态的翠亮对不上频。杨紫，国民度爆表，但气质上离出尘2字远了些。周冬雨的少年感，放到山楂树之恋里较清澈，碰黛玉就难免显淡。赵丽颖早年《楚乔传》《陆贞传奇》干练凌厉，如今年龄也不占便宜。更关键，一票候选里，除了少数27上下，其他都30加，先卡在年龄线上。普通观众的话更实在，我们要看的是黛玉的呼吸感，不是滤镜下的古代美人通用版。真想成事儿，还是得在表演院校里找文化底子足、台词过关、眼神有戏的年轻面孔，流量靠边站。表面风波到这儿像是落了的，别用流量找新人，大家口径趋同。可别被这点假平静骗了，暗流还在。比如网传王熙凤人选，孙俪与蒋欣2选1，这组合拳有说服力，毕竟当年《甄嬛传》是郑晓龙的成名标志，2位的狠辣拎得清都能打。问题又来了，王熙凤在荣国府意气风发那会儿，不过20出头，气血的旺，有刀锋，台词与身段要同时在线，演技和年龄哪个更要紧？反方声音很足，年龄不是枷锁，
演技能补位。正方立马回怼，黛玉、熙凤这类气质角是稚嫩与贵气的化学反应，过了那个最佳熟成期，就容易变成技巧盖过灵气。像不像我们日常买衣服，大牌不一定合身，合身才能显身段。选角这事，谁也不敢先拍胸脯。真正让人倒吸凉气的，不止演员名单，还有剧本风向。网传编剧由刘恋子担纲，并计划拓展贾元春的宫斗线。此话一出，弹幕齐刷刷，咱这是要拍红楼版《甄嬛传》吗？《如懿传》当年口碑争议犹在，若把《红楼梦》写成后宫斗智斗勇 Plus， 那味儿可就走偏了。红楼的劲儿不在刀光剑影，而在举重若轻，诗社一开，灯谜一打，香薰一焚，情与理，家与国，盛与衰，全写在微处。加宫斗线就像在清炖狮子头里应对一勺火锅底料，猛是猛了，味道跑偏了。胡梅电影版金玉良缘带来的观众记忆还没褪色。郑晓龙过去在《甄嬛传》上展现过精工细作，但时代不同，平台逻辑不同，资本催更不同，这回能不能稳住红楼的诗心，是关键伏笔。到这一步，矛盾彻底激化，平台要热度，书粉要原味，剧组要平衡，难度堪比在太平湖上走钢丝。网上吵到嗓子冒烟，项目依然按部就班推进。表面看似风波止息，实则更大的坑在前面。第一道意外障碍是当下审美的短视频化，观众习惯3秒抓人，10秒反转，《红楼梦》偏偏讲究绵里藏刀，慢火细炖，要么被剪成名场面合集，要么被催着快节奏打杀。第二道是平台 KPI 压力，帅美少年能带新用户，名著考据很难转化成商业闭环。再往深里说，分歧还在加深流量派认为先把人气做起来再讲艺术，原著派坚持宁缺毋滥。讲和似乎没戏，可我还是要拽一句87版的老经验，当年能成典范，不靠流量，不靠热搜，靠的是全员为文本服务的共识。从服化道到唱面作打，每一步都抠到骨头缝里。当下要复制，何其难，但不是不可能。关键在方向盘，到底由谁握？掏心窝子说句大白话，真要把黛玉拍好了，先定剧本的魂，再挑演员的骨。非要说名气越大越稳，那我只能假装夸奖，好极了，省得背台词，理解人物，直接靠热搜续命，省心。还有那条宫斗线安排，把红楼拍成红宫，到时候大家不用读诗社，不用赏花灯，直接术计谋，看谁更会端茶倒水，岂不省劲儿？可红楼是诗，是叹息，是一整个家族的浮沉史，不是后宫排位赛。要是真偏了，那句梦里不知身是客就变成梦里吱吱抓热度，这就讽刺了。要是两边摆在你面前，一边是流量阵容加宫斗加料，保证热搜天天见，一边是年轻面孔加原味剧本，节奏慢点但力保神韵，你选哪边？是相信名气能带来收视，还是相信角色能成就演员？又或者你觉得红楼就该改的通俗点，还是名著就该有名著的古香？来，留言处交卷，别光鼓掌，掏真心话。